大家好，2024年12月29号啊，韩国发生了20年来最严重的空难。一架济州航空的波音737客机啊，在基辅着陆的时候，撞上了跑道末端的混凝土陆地，造成了179人遇难。这个悲剧啊，就引发了人们对于机场安全设施的深思。今天啊，我们来了解一下可能避免如此惨重伤亡的现代机场安全系统 EMAS。这次乌安空难啊，飞机是撞到了机场尽头的混凝土陆地啊。这个陆地呢是必须的吗？看起来是的啊，因为它上面安装了机场的一个重要的系统 ILS 系统。ILS 啊，就是仪表着陆系统啊，是现代机场不可或缺的设备。它就像空中的这个轨道一样，通过无线电信号引导飞机啊安全着陆。这个系统呢，主要是由3部分组成，一个是跑道中间的这个信标，就 localizer， 还有一个叫下滑道信标 glide slope 和测距信标 marker beacons。其中呢，这个中间的这个信标就 localizer 啊，它负责保持飞机在跑道中心线上，这也是乌安机场这个事故里边出现问题的这个设备。这问题出在哪儿呢？在乌安机场啊，这个管理者呢，为了安装这个 localizer 的天线，在跑道末端呢就建造了这么一个2到3米高的混凝土陆地。那这个高度啊，几乎和波音737的机身高度相当了。所以呢，实际上呢是创造了一个混凝土的墙。这个设计啊，就违背了现代机场安全设计的一个基本原则，就是跑道端的所有设备应该都是一折断的。那正确的设计应该是什么样的？要使用轻型的框架结构来支撑这个 ILS 天线，采用一折断的材料制作这个支撑杆，把设备啊安装在不影响飞机滑行的这个位置，或者使用的分布式的天线，降低这个系统的整体高度。我们可以看一下其他这个机场做法啊，在济州机场啊，他们是使用的这个分布式的天线。那么济州机场是轻钢结构啊，在仁川机场呢使用的是分散式的这种低矮的天线阵列。那么在日本成田机场呢是把设备安装在安全区域之外。所以这些设计啊都确保了即使飞机呢冲出跑道，它也不会遇上坚固的这个障碍物。所以从技术角度来讲啊，ILS 系统的精确性它主要取决于信号的质量，而不是天线的物理高度。所以现代技术啊，完全可以通过优化天线的设计和信号处理呢，来补偿比较低的这个安装高度带来的影响。更重要的是呢，现在有一些新型的导航技术，比如说卫星着陆系统 GLS 正在逐步取代呢 ILS。所以这些系统啊，不需要在跑道末端安装这种大型设备。那么乌安机场的设计啊，也反映了一个普遍问题啊，就是有时候工程师啊过分关注这个设备的技术性能，而是忽视了安全这个最基本的需求。在航空安全领域呢，任何设计的准则都应该遵循失效安全的原则，即使在最坏的情况下，也不会造成灾难性后果。所以这次事故呢，给我们这个启示是什么呢？就机场设施的现代化，不仅仅是更新设备，更重要的是更新安全的理念。在设计每一个设施的时候呢，都要考虑可能发生的各种紧急情况，确保它们不会成为威胁生命的隐患。毕竟啊，再精确的导航系统也不应该以牺牲安全为代价。那应该安装什么系统呢？如果你曾经开过车，在山区走过，你会发现，比如说特别是那个京张高速啊，就北京到张家口的到内蒙的这个路，就这张图。那么像这张图上的这个东西呢，它就在下坡路段会有个长长的刹车带，特别是路边有个岔路的时候，它是一个缓缓的上坡，路中间呢看到了铺着沙子，如果大货车的刹车失灵，那么司机呢还能基本控制方向盘的时候，方向的时候呢，就把车开到这个刹车带里边，然后车辆呢就会在沙子的阻力下缓慢的停车，最终避免失控。所以啊，机场跑道尽头啊，实际上也有类似的系统的，它叫什么呢？它叫工程材料阻拦系统 EMAS。那什么是 EMAS 呢？它全称啊，它叫
Engineered Material Arrestor System， 它是一种专门设计用来阻止飞机冲出跑道的这么一个安全设施。那它不同于传统的混凝土墙或者其他硬质的障碍物，而是采用了特殊的这种可控的破碎材料，通过材料的破碎来吸收飞机的动能，就像汽车碰撞的时候这个缓冲区一样。这个 EMAS 它是怎么工作的呢？大家想象一下，如果你在沙滩上跑的时候，是吧？脚下的沙子会让你逐步的减速，或者就像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大货车紧急刹车带系统类似啊。EMS 呀，它的工作原理呢和这是一样的，但是更加科学和可控。它是有特殊设计的混凝土材料制成，呈现了这种蜂窝状结构，内部充满了精心设计计算的气泡。所以当飞机滑入这个区域的时候啊，材料会在飞机的重力下有序的破碎，产生越来越大的阻力，最终让飞机安全停下。那这个系统有用吗？给大家讲个案例啊，2006年的10月13号啊，一架载有纽约洋基队球星亚历克斯·罗德里格的这个7个人的湾流公务机啊，在伯班克鲍勃霍普机场着陆的时候就遇到了麻烦。飞机啊在东西向跑道降落的时候呢，无法在正常的距离内停住啊，这本来可能会是一起严重的事故，就跟我们刚才说的乌安空难一样啊。但就在6年前啊，就是2000年的时候，一架西南航空的波音737在同一条跑道上冲出了跑道，而且滑到了街上，造成了43名乘客和机长受伤。所以这起事故就促使机场投资400万美元，安装了 EMAS 系统。这一次啊，当湾流飞机的前轮触及到了这个 EMAS 的这个区域的时候呢，这个造价不菲的安全系统啊，立即就发挥了作用。特殊设计的这个混凝土，在飞机重量的作用下呢，开始坍塌，产生了越来越大的阻力。飞机呢，仅仅前进了大概36英尺，大概11米就安全停住。当然和它的初速度有关系啊，整个过程呢只用了3.6秒。所以根据联邦航空管理员的发言人叫伊恩·格雷格尔，他回忆说呀，说飞机滑行的很慢，这不是一架从跑道末端高速冲出的情况。但即使这样啊，如果没有 EMAS 系统，可能完全就不同了啊。我们刚才看到这个覆盖在谷歌地球上的这个 PDF 机场图纸啊，它显示这个工程材料拦阻系统，它大概长170英尺，宽350英尺。所以这起事故啊，最终呢是以更换几块5000美元一块的混凝土砖而告终，机上所有的人都安全无恙。所以这个投资回报比，从生命的角度来说，那是无法衡量的啊。所以 EMAS 就是工程材料拦阻系统，它的设计啊是非常巧妙的啊。它主要是由特殊的这种轻质混凝土构成，呈现出这种蜂窝状的多孔的结构。强度它是经过精确计算的，能够在飞机滚过的时候呢，可控性的破碎。另外呢，就是混凝土块啊，通常它是由水泥和玻璃纤维这些材料组成，所以原理呢就是飞机过来的时候呢，材料会逐渐的破碎，通过材料破碎的过程来吸收飞机的动能，飞机的轮子呢就陷入材料中，增加了阻力，就形成了类似于沙坑的这个减速效果。所以它有一个层级设计，所以多层级的这种强度设计。那表层呢相对较硬，它要来支撑这个小型飞机；内层呢是逐渐软化，吸收大型飞机的能量；底层它有这种渗透层保护基础设施。所以在安装的时候呢，一般都铺设在这个跑道的尽头的安全区。长度呢是根据机场的这个等级来确定，一般呢是75到150米。所以这个宽度啊，覆盖了整个跑道的宽度，表面上呢是有防滑和排水设计。所以我们回头看雾安机场的这个情况啊，这跑道末端呢是2到3米高的混凝土陆地，上面呢是安装了 ILS 导航设备，所以这种硬质结构啊，在事故中起到了反作用，导致机身断裂并引发了大火。如果当时安装了 EMAS 系统，那即使在起落架故障的情况下呢，飞机也能安全减速，不会大量的剧烈撞击，而且可能大大的降低伤亡。当然，我们不能有这个错觉啊，就觉得这个 EMAS 系统应该都有，而呢，韩国机场就没有，
所以就发生事故啊。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啊，EMAS 安装啊是很有限的。当然呢，就目前来说，美国依然是最多的啊，美国有超过115个机场啊安装有这个系统，在欧洲啊也有多个机场正在推广。亚洲呢也有部分机场开始采用这个设施，中国民航局啊也批准了部分供应厂商进入到了中国市场。当然，新建的机场呢是把这个系统是作为标配的。但有人问了，为什么不改造呢？那成本因素是主要原因，就是每个系统啊大概需要3000万美元，许多机场啊现在还在使用传统设施啊，从安全角度来说呀，这是一项重要的投资。所以现代航空安全啊，不仅仅依赖于飞机本身的可靠性啊，所以机场的安全设施啊也同样重要啊。EMAS 系统呢，它就展示了如何用智慧和科技来保护我们的生命啊。正如一位航空安全专家所说呀，在安全面前，没有太昂贵的投资，只有太惨重的教训。所以啊，随着航空技术的发展啊，我们期望看到的 EMAS 这种技术啊，能进一步优化，安装成本能够降低，那么更多的机场呢能够采用这个系统，所以全球的航空安全标准呢就会得到提高。这一次韩国的这个乌安机场的空难教训啊，告诉我们呢，机场的安全设施它的现代化是刻不容缓的，生命的代价远远超过任何安全设施的投资。啊，呃，希望呢类似的悲剧啊不会再次发生。谢谢大家收看，下次再见，拜拜。